你不是 NPC， 而是神故事中的主角。有一天，我在地铁上观察一个高中生玩手游，他的眼神充满专注，手指飞快地点击着荧幕上的指令。他正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，而画面右下角有一个角色一直站在那里，一脸平静地说着：我们村庄需要你的帮助。他没理他，继续打怪。他一直站着，一直重复同一句话：我们村庄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看了足足5分钟，那个角色始终如一，不离不弃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典型的 NPC Non-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啊，永远站在原地，讲同一句话，毫无情绪波动。他的任务就是存在。但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愣住了。难道我在现实生活中也变成了一个 NPC？ 每天早上起床，滑手机，赶捷运，打卡上班，交报告，下班追剧，滑手机，睡觉，重复，再重复，没有变化，没有惊喜，更没有感觉自己是在推进什么剧情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只是生活这款大游戏里的背景板，努力上班只是为了赚钱交租，和人互动只是为了应付社交，你的存在好像没有人真正会发现。就像某些手游里无法互动的路人甲、乙、丙，只负责站在原地。但如果这世界真有一位创造它的游戏设计者，那他创造你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你站在路边讲同一句话一辈子吗？你不是 NPC， 你是这部大故事里的主角。在手机游戏中， NPC 是那种永远不会升级，不会死，不会赢的角色。他们通常只负责引导玩家，卖东西或提供支线任务。他们不会推进主线剧情，也从来不是胜利的关键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的现实人生里，有些人就像被系统设计成 NPC 一样，被社会框架定义了角色。你是学生就该考高分，你是父母就该牺牲，你是上班族就该听老板的话。被习惯与惧怕绑住，想改变却不敢动，想追梦却被现实压着头。被比较与绩效打败，我不如别人，所以我不重要。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描写人的。神创造人类时，是按着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，创世纪1章27节，并且赋予了人管理全地的权柄。这不是一个配角的设定，这是主角等级的起手式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一款好玩的游戏绝不只是画面漂亮，角色率正，真正吸引人的是故事主线。而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剧情主线，圣经称之为救赎的历史，也就是神如何一步步将人从罪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带回他的国度。而你不是观众，也不是旁白，更不是 NPC， 你是被邀请加入这场史诗级冒险的主角之一。让我们换个方式来想这个世界，把它看作一款大型开放世界的 RPG 角色扮演游戏。神是那位设计这个游戏的创造者，
也是整个剧情的作者。每个人被创造时，神就已经为你设计了一条独特的任务线。你每天做的选择，其实都在影响剧情的走向。神虽然掌握结局，但他选择让你自由参与这个故事。当你觉得你只是路人，其实是因为你还没接到任务。我们常常活得像在打支线任务，升学、升职、买房、交往、旅游、养猫，这些都很好。但你会不会也有过这种感觉？我完成了一大堆事，却没有推进什么真正重要的进度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找到你的主线任务，而你的主线任务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，不是学校或职场安排的，而是来自神对你生命的呼召。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的计划，不是量产的，而是量身定做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的智慧不只是创造了世界，设计了万物，他更为你这个角色预备了一段属于你能发光发热的剧情线。但问题是，你愿意接这个任务吗？当然，你可能会说，我哪有资格当什么主角啊？我又不圣洁，又没恩赐，还很胆小。但圣经中的那些主角也都不是完美的人。摩西结巴，却被呼召对法老说话；基甸胆小，却被称为大能的勇士；彼得冲动，却成为教会的磐石。你会发现，神从不选完美的人当主角，他选的是愿意回应呼召的人。就像 RPG 游戏里的角色，能力可以升级，装备可以强化，但如果你从不走出新手村，主线剧情永远不会展开。在某些手机游戏里，有个设定非常有趣，如果玩家长时间什么都不做，角色会自动站着发呆，画面会陷入一种静止模式。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不是因为神没有给我们剧情，而是我们选择不参与、不相信、不启程。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你的生命是一段被神写进他大故事里的篇章？你不是被遗忘的背景角色，而是被精心设计、被期盼回应、被装备出征的主角。而这位编剧还在等你说一句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结语，人生不是一场无剧情的手游，人生不是像某些氪金手游那样，你砸了很多时间与资源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在打。它更像是一款精心设计、剧情深刻、角色独特的神作，而你不是那个重复一句话的 NPC， 你是神故事中的主角。现在任务提示正闪烁着，你的呼召已抵达，你愿意点下接受任务的按钮吗？